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凯南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中路对线情况。其实凯南并不弱这个英雄，只不过玩的人真的少，而且想要玩明白这个英雄，要有自己的一个心得。他其实前期就是靠 E 技能，是吧？移速的一个加成，然后去拉扯对方。规避对方技能以后，靠平 A 啊，是吧？去打那种反击输出啊。哎，A 到以后，他前期攻速其实也不低，所以他会带这个强化攻击，就是在线上前期有一定的压制力。这里的闪现 E 技能直接闪现上来。A 两下点燃，直接烫死了。然后3级以后才学 Q， 主要是凯南在手游的 Q 技能的效果真的没有端游那么好。端游还说会主 Q 副 E 这样子一个打法。然后 W 拿来就是说叠被动什么的，或者说稍微补一下伤害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W 主要是就是打多一次印记伤害，然后更好的能触发这个稳定的一个眩晕控制。我看到那一下，果然最后还是被小兵 A 死了。这小兵前期还是挺疼的啊！你小兵前期的小兵，你一轮 A 下来，就是如果4个小兵都能打到你的话，相当于那一下就得掉100滴啊，接近100滴的血。有大招的，先吃一层塔皮。一上来直接大招，把对面截的大招给打出来以后，就不要给对面说 WQ 消耗你的机会，然后消耗到差不多半血了，他就会直接上来给你大招打一套。对面这种太贪心了。本来两边选择回家的话，劫的话还出来满血，才能更好的吃兵线。刚刚他那种半血，反而被打一套回家以后，炮车也没吃到，小兵也没了。E 上来 W 接平 A， 要频繁的利用这个平 A。去把这个强化平 A 打出来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印记伤害相当于一轮下来，可以更好的控两次眩晕，知道吧？眩晕控制。但这个东西不是很建议你们去玩凯南，就是太吃手法了，这英雄。E 技能还闪过来，劫的话直接给大招，还是会被秒。你看，其实你玩他的话，你意识不到位，或者说你的就是说手法不太行的话这盲僧有点呆啊，看着。他本来想那个爆炸果实过那个墙的，但没过到，他就弹回来了。
在很多 AP 英雄主要就是吃到了装备的提升啊，所以很多 AP 英雄其实你看着不咋地，但其实玩下来一整套，它装备成型以后都是可以玩的。反倒是现在 AD 英雄挺惨的，特别是有一些英雄，像杰啊这种、亚索啊这种，他本来就被削，就是要么就是英雄本来就被削，或者说他本来就其实没有说非常强啊，然后再加上 AP 装备的崛起，对吧？然后他们 AD 装，就是 AD 英雄的话就有点难受了，强度有点就是说会没那么得劲。但也正常啊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啊，是吧？轮流转嘛，一代版本一代神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海之闪现E过来，这里的话叫队友退啊，但队友太贪了，还想吃这波线，那直接开大招，先把这个解秒了。对面铁男不知道有没有大招的，所以不敢去跟他打，控资源就好了，然后把中路一塔给推了。啊，龙还被对面抢了，这队友有点抽象啊，感觉。那这样的话就只能陪着他把这个先锋给拿了。中一塔已经推掉了，这个先锋的话收益其实也不会很大，就看怎么去利用这个回城嘛。对他来说还是有一定的，对一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收益的。哦，在脸上。推帮被控到了，拿这个大招救一下自己，稍微控一下，打一下控制，再交个闪现，对面的杰死追不舍。这你没有前排或者队友做前排，然后去打这种闪现做突击的话，就凯南更适合做这种突进。他要是正面去打团，他不把自己藏起来，或者找个很好的一个进团角度的话，其实就很难看出那种画面感，就是那种看起来啊一个大5个那种，大招5个啊大招控5个人，对吧？这种防控拉满，伤害也拉满那种。2-3过来一技能。印记再 A 多一下吗？啊，最后被红 buff 给烫死了。这也就很明显的一个装备压制啊。大帽做出来，基本上一套技能是能把对面打残的。这里尽量不要交这个大招去杀这个
努努，因为你交完大招后面10几秒，哎，这波你看你的大招一定是要留来2到3个人以上去拿优势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凯南的大招只是拿来抓单，或者说秒一个人，那确实没什么太大作用。啊！铁男把人全杀光了。你可以感觉到啊，他玩这位绝活哥玩这个凯南的时候，他这是个刷线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这局要做一个面杀的那个半剑，稍微挡一波伤害控制。这里闪现大招做进场，雷欧娜没伤害啊。这辅助的话，只能说补一下控制，但他没有太多输出。如果队友有输出，奎桑迪第一时间赶过来的话啊，还真能4个都留下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人头上有优势是吧？直接过来拿大龙。那队友又在送奎桑提。一技能把所有小兵都烫一遍以后，利用 W 是吧的一个 AOE， 就是你印记打的越多，你 W 技能的话造成的单位越多，其实伤害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多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主 E 负主 W 负 E 啊。1级是学 E 嘛，手游，哎呀，就看哪个技能的那个优先，就是说能给到稳定控制，或者说给稳定伤害就看这样子。你像有一些技能，你像 Q 技能，你如果主 Q 你都给不到，你的 Q 技能很难给到那种稳定伤害。这里利用大招想要跑，但最后还是被对面大招拉到了。一技能躲掉对方的 Q， 跑是跑不掉了，太多技能了。队友在中推，日女一个人扛住2个，帮队友断后了。这可以看到凯南只要一倒下，就感觉像是9个人机在那里打架的那种感觉。这不愧是传说中的 PVP VP 是 PVP VE 这个游戏不再是单纯的 PVP 了。说实话，游戏最初衷是吧，就是让玩家体验到游戏的快乐，体验到这个世界的快乐。就，哎呦，这里找了个很合适的一个进团机会，你可以看到没有？他就是意识很到位，他总能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个。你看人家诺诺虽然说是在那里挡着，但他看到旁边是吧，利用闪现就是可以越过这个地形。所以为什么有闪现和没闪现的那个凯南真的天差地别？闪现加大招，如果你只是去单杀一个英雄的话，是巨亏的。他后期的大招就是要拿来为团战做贡献的。
好，面纱做出来，已经神装了。找个位置蹲一下。怎么全在这草里面？就完全没必要过来的，队友就站在外面，然后凯南肯定要自己独自有一个切入点的位置。对面其实这队友还是挺抽象的。哎，小炮肉身开团，把自己开出事儿了。海克斯闪现啊，然后找到对面的辅助啊，人换人，大招打出来以后，先秒掉2个。队友的话可以直接先控小龙，再拿大龙，这样子的话也可以。像刚刚那种就是啊，已经是团战，并不是他并不属于是那种啊，我说大招拿来那个不是拿来打团，就是说只给一个英雄，刚刚这种情况完全不属于。啊，那种就是就是已经减员了，那剩下还有大招是吧？那再让对面减一个，不然你也追不上人家。就是你不交大招的话，还秒不掉这个铁男。上来，这张题还不错啊，会交 TP 过来保一下这个海南。中路直接做推进。哇，一个 QW 接强化平 A 啊，直接秒了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啊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